同学们好，本次课我们来学习单元系统相图。单元系统中只有一个组分，不存在浓度问题，影响因素只有温度和压力。因为独立组分数是1，根据项律 F 等于 c 减 P 加2等于3减 P， 可知系统中最多可以3项共存，自由度最小为2。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讨论单元系统相图。首先，我们看水的相图。为什么学习材料要看水的相图呢？是因为学习水的一元相图，对我们理解一元相图如何通过不同的几何要素点、线、面来表达系统的平衡状态是很有帮助的。学习相图必须透彻理解相图中点、线、面的含义。那么在这个相图中，我们看一下点、线、面是什么含义呢？在以温度为横坐标、压力为纵坐标的相图中，有3个相区，分别代表冰、水、气的单相区，自由度为2，即温度和压力。3条界线代表了系统中的2项平衡状态，分别是溶解曲线、蒸发曲线、升华曲线。每一条线上都是2项共存，自由度为1。也就是说，在温度和压力中，只有一个是独立变量。当一个参数独立变化时，另一个参量必须沿着曲线指示的数值变化，而不能任意改变。3个单相区、3条界线交于 O 点。O 点是一个3项共存点，冰、水、气3项平衡共存，3项点的自由度为0，处于无变量状态。就是说，要想保持系统的这种3项平衡状态，系统的温度和压力都不能有任何改变，否则系统的状态点必然要离开3项点，进入单相区或界线，系统中就会有旧相消失。那么如何解释3条界线的斜率有的大于0，有的小于0？我们可以通过柯克方程给大家说明。从低温型向高温转变，含值是大于0的。当液相变为气相，固相变为气相时，体积均有所增大，即德尔塔 V 大于0。代入柯克方程，斜率大于0。就是说，升华曲线还有蒸发曲线的斜率是大于0的。冰化成水，体积减小，即德尔塔 V 小于0，所以斜率小于0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学习无机非金属材料相图有晶形转变时，由于德尔塔 V 很小，因而其界线几乎是垂直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元相图的形式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图和刚才水的相图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固相区多出来一条线。这条 B 线是什么线呢？因为这个相图中固相具有多晶转变，所以 B 线是晶形转变线，又多出来了一个自由度为0的点，点 B。点 B 也是无变量点，因为在这个点也是3项共存，阿尔法固相、贝塔固相和气相。如果固相有很多的晶形转变，就会在固相区存在多条这样的晶形转变线。下面来看存在可逆和不可逆的多晶转变时相图的特点。这是具有可逆多晶转变的相图。那么我们先做如下了解。相图中实线表示稳定态，虚线为介稳态。由该图可以看出，当系统温度低于晶形转变温度时，一项是稳定的；当系统温度高于晶形转变温度时，2项是稳定的。即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，都存在一个稳定的晶相。在晶形转变温度时，2项可以互相转变，故称为可逆转变。此可逆多晶转变相图的特点是晶形转变温度低于2个晶相的熔点，
而且经行转变温度点处在稳定相区之间。稳定相和介稳相在相图中有什么区别呢？每个稳定相都有自己存在的温度范围。例如，在 T12 温度以下的时候，晶体1稳定存在，超过这个温度范围就转变为晶体2。另外，在一定温度下，稳定相具有最小蒸汽压。比如 T12 温度以下，晶型1是稳定相，它的饱和蒸汽压最小。还有介稳相有向稳定相转变的趋势，但是从动力学角度讲，转变速度很慢，能长期保持自己的状态。不可逆的多晶转变相图又有什么特点呢？由这个相图可以看出，当系统温度低于晶型转变温度时，二相总有转变为一相的自发趋势，二相是不稳定的。当容体缓慢冷却时，不能析出二相，而是析出一相，所以在一般情况下，二相可以转变为一相，但一相不能直接转变为二相，即是不可逆转变过程。不可逆的多晶转变相图的特点是晶型转变温度高于两个晶相的熔点，晶体2没有自己稳定存在的区域。这次课我们通过水的相图了解了单元系统相图，并在此基础上学习了具有晶型转变的单元系统相图。这次课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